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24季第12集。年轻小新在一次又一次试错中谈论他对爱情理解。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如果想要了解爱情中男性思维，他有一个天然的参照物，那就是自己的父亲。然而辛巴并不算是一个好榜样，因为他开车时候甚至不能决定到底是听导航的还是听老婆的，以至于直接把车开到了滑板场，最后却因为导航切换为男生而倍感欣慰，表示终于有个明事理的人了。在他的眼里，女人都是不可理喻的，所以小新只能更换自己的学习榜样，那就是学校里的混混。但他们是不会教他怎样在爱情里成为一个好男人，他们只会教唆他去欺负女孩子。虽然他竭力表示可以把手中毛毛虫扔进校长的汉堡，可是混混们不买账，坚持让他放进女孩子的裙子里，并且对他以暴力相逼。迫于无奈，小新只得照做。然而身后并没有传来小女生惊慌失措的尖叫，只是深切质问是谁干的。小新回过头看眼前这位抓着毛毛虫的小女孩玛丽，这不是他那个离家出走的前女友吗？他看着眼前身穿蓝色连衣裙的小女孩，头上的双马尾随风飘动，他脑海中闪过了最美的爱情旋律，旧爱相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。对于在这里和玛丽相遇，小新感觉很惊讶，他以为他去当明星了。玛丽有些无奈告诉他，社会上竞争是残酷的，像他这样有嗓音有梦想的女孩子一抓一大把。事实上他只找了一个和手模有关的工作。玛丽向小新展示他做手模的宣传单，轻声的询问小新有没有想他。小新正想回答的时候，眼神瞥见了站在他身后的混混们，他们正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甚至已经开始准备嘲笑他们俩了。原来迫于压力，男人也会有口不对心的时候。虽然小新小声对玛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邀请她来自己家里，但最后还是把她推倒在泥潭中。玛丽确实是个好女孩，她没有生小新的气，反而在周六一大早就如约前来。小新觉得早上8点实在过于早了些，可玛丽已经把早上农活都做完了，还为小新做了香肠和饼干。就是这样的好女孩，却没有得到小新认真对待。她把玛丽晒在一边，仿佛游戏才是她的女朋友，连新小妹都看不下去了。她劝自己的哥哥认真对待女朋友，毕竟人家在这里无聊的都想回家了。可惜小新没有听进去，他无所谓的耸了耸肩，又开始打起了游戏。体会了在小新家里的乏味，玛丽带小新回到自己家里。他们家很贫困，并且孩子很多，但大家都很淳朴，音乐是他们唯一的娱乐方式。他们家里人都有着优秀的音乐细胞，玛丽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她向小新展示了为他写的歌，表示自己将要去参加比赛。小新当时竭力鼓励了女朋友。正当玛丽感动想要亲吻小新，房间门打开了，原来是姐妹们要来用这个男友房间了，想做的事也做不了了。小新就回了家找他的好基友眼镜仔，他自然十分开心。小新告诉他这些，跃跃欲试的表示自己将要在新小妹身上用一用这些招式。谁知道这话被亲爱的新小妹听见了，她表示小新说这一切让她觉得恶心，如果真的喜欢女孩子，就应该用自己的真心去对待，而不是把他们当做一群眼镜仔。基友和女朋友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。辛巴也走过来凑热闹，劝说儿子应该多听听新小妹的意见。新小妹则表示自己没有针对小新，她说是在座各位男士对女孩子都不够用心。虽然辛巴还想狡辩一下，但是辛巴的狂怒已经让他的话失去了说服力。承认吧，他们总是在做一些女孩子讨厌的事。很快就到了公布比赛结果的时候，很遗憾，玛丽并没有获奖。她现在只是想听一听小新的看法，她希望他能够说出一些话，让自己振作起来。虽然新小妹已经告诉他去夸赞玛丽，但小新脑子一团浆糊，一句鼓励赞扬玛丽的话也没有说出口，反而说了些不知所谓、不合时宜的话。这时候有一个制片人找到了玛丽，邀请她和自己还有她的儿子一起共进晚餐。这一图就有一点明显了，玛丽希望小新能够一起去，表示自己是有男朋友的。可惜小新根本就不懂其中的含义，他拒绝了玛丽的邀请，让他失落到了极点。小新询问他，他只说没事儿，但是要到以后他才会明白，女孩说没事就代表他对你很失望很生气。万分失落，小新在海港找人为他画像，画上的每一个字都代表他失败的爱情。特别是玛丽的弟弟还来谴责了小新，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是被甩了，难过情绪到达了极点。就在这时，伍迪·艾伦从旁边的画像里跳了出来，他对小新说出了新小妹曾经说过无数次的话。小新太不重视玛丽了，以他电影人的身份，爱一个女孩就带她去看电影，可惜这并不是玛丽所喜欢的。晚上，当他们一起坐在草地的长椅上，玛丽对小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，我们先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。小新一点也听不出话外音，反而还有些开心。玛丽却再也忍不住了，让他们再拥抱一次。随着
着玛丽拍小新的背，他突然明白了，这意味着他要分手。可惜已经晚了，他再也留不住喜欢的女孩。当小新失落的回到家的时候，辛巴和辛妈正在吵架。辛爸表示自己已经厌烦了总是猜测辛妈的意思。辛妈回过头看着一旁的小新，希望他能够先回房，但是小新也和辛爸一样控诉了辛妈，他觉得一切事情本来就是女人搞出来的。辛妈看着眼前针对自己的一大一小，不是想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。然后父子俩就被扫地出门了。两人来到辛爸常去的一家酒店，这里专门是留那些惹老婆生气的男人，看得出辛爸是这里的常客了。小新趁着辛爸在收拾房间，偷偷给玛丽打了一个电话，没有想象中的伤心难过，他甚至又编了一首关于分手的歌，在歌词里把小新说的一无是处，看来是没有挽回的可能了。小新难过的挂了电话，打完电话就看见电视正悬挂在辛爸的头顶，他表示自己老就想这么做了，可是辛妈不让，话还没说完，电视就断了，直接砸在他的脑袋上。他能活这么大可真是不容易啊！公寓的泳池里满是落叶，还有不知道已经死了多久的骷髅。泳池旁躺着一群男人，没有老婆的地方就是天堂。辛爸提议，来吧，让我们开一个没有女人的派对。可惜还没高兴多久，他们就开始陷入了对另一半的思念，是时候做些什么了，一定要挽回挚爱。可是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，那就学学好莱坞嘛。于是辛爸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了电影，大概就是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自己的秘书表白了，然后他们快乐幸福生活在一起了，所有人都为他们的爱情欢呼雀跃。电影的剧情让辛爸获得了一些启发，他们必须准备一个浪漫的大惊喜，以挽回女人们的芳心。现在就让他们先看完这个电影吧。这个惊喜来得太快，又是没有辛爸的一天。辛妈在餐桌上发现了一封信，所有的女人都收到了。她们来到了丈夫们这几天居住的公寓，当门打开的时候，音乐正式响起，伴随交响乐，辛爸首先开始唱歌，认错的话语和着旋律唱出，俘获了一众女人的心。辛爸还向辛妈保证自己会在1年以内做完全部家务，这自然是令辛妈神魂颠倒。男人们都挽回了自己女人的心，可这样的惊喜可能并不适合未婚的男性，因为玛丽毅然地拒绝了小新复合的请求。虽然小新觉得自己拥有主角光环，还可以再拯救一下，可惜玛丽的新男友打破他的幻想。他表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主角，然后他们俩就牵着手走了。一群情侣里面就只剩下小新一只单身狗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小新就不再相信丘比特，他不明白爱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没有人能够回答他，还是打游戏吧。辛小妹觉得自己的哥哥没救了，无奈的走了。等到他走后，小新才切出去看了一下玛丽的消息，上面清楚写着已婚。正当他失望之余，信息又突然变混，小新马上发了一个消息，说自己想他了，这可能就是爱情吧。本集致敬了伍迪·艾伦，在动漫中，他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来教会小新爱情的意义。这个深奥又浅显的词语贯穿了整个剧情。然而从始至终，小新也没能明白那到底是什么。他知道自己是爱着玛丽的，在他们重逢的第一眼，看着那个随风站立的女孩，他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心意。但他太年轻了，以至于不知道如何去爱，只是单纯享受着爱带来的一切，却不知道爱情需要经营，更需要担当。而玛丽呢，家境窘迫让她不得不早早成熟。唱歌是她的梦想，也是谋生的手段。奈何名利场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没有人能控制自己去往的方向。玛丽站在岸边犹豫不决，小新就是她最后的绳索。爱情既可以是她的救赎，也可以是怀抱深渊的理由。于是玛丽带着失望离开，彻底告别了过去的自己。恋爱，然后闪婚，搭上顺风车，她会在圈内走得更远。最后的最后，寡妇身披黑纱，脸上的表情无关悲伤。欲望本身只能靠缺乏来支撑。当曾经遥不可及的一切变得唾手可得，这一次她要的更多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